你喜欢纸片人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沉迷在低级趣味里的人，一个沉迷纸片人的人，只会对纸片人感兴趣，不会去霍霍真实的人。不会有人因为你糜烂的、阴湿的、诡谲的、见不得人的、难以名状的、不可直视的爱好而受到伤害。大大方方看，大大方方去喜欢。回想一下那些反对你喜欢这些东西的人，他们会因为你的爱好而受到伤害吗？不会。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你只是看着自己喜欢的动画，玩着自己喜欢的游戏，偶尔对着自己喜欢的角色发癫，经常偶尔，甚至在地铁公交上头都不会抬一下，没事的时候坐在电脑前一坐一整天，门都不会出。扪心自问，谁会受到伤害？别说伤害别人，都未必能见到其他人类。你想想，这样一个充满了孤独、人畜无害的美好爱好，谁又会来反对呢？谁又会来哈气呢？可是各位旅行者、开拓者、漂泊者、神将、舰长、Master、Doctor、三三、奠定师，你们玩过的游戏被和谐过吗？你们觉得这和谐应该吗？抬起头看看你们的周围，永远有人对着零和一组成的程序抱有极高的恶意，仿佛真的在一个虚拟的纸片人身上受到了切实的伤害。没有人知道这种怒火从何而来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对纸片人怀揣着如此之大的恶意。所谓的修改仿佛让每一个爱好者都背负了错误，任何一个登场角色都有可能被口诛笔伐。看吧，不远处的拉乌玛依旧被批评着，看吧，已成一捧沙土的陈白已经随风消逝，看吧，那一个个所谓的自主规制到来之前，真有人因为这些纸片人的存在而利益受损吗？我没听说过，更没见到过。最令人无所适从的是，这些谩骂与诋毁同时还在同化着整个群体，挑起本不该有的对立。我们不需要为喜欢纸片人而自豪，因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，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种其他爱好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是平等的。更不需要为喜欢纸片人而感到自卑，因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。你们都从爱好中获得了快乐，去正视它，去用平常心对待它，如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。如果还有人对你的爱好嗤之以鼻，对你喜欢的东西恶语相向，那么告诉他，假如我喜欢的东西伤害到了你，那么抱歉，我会远离。但如果没有伤害到你，那希望你的生活中少些戾气。总有人说去爱具体的人，去感受生活中的人。我曾经把这句话奉为真修，甘之如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爱好和生活完全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我的爱好切实的伤害到了别人的话，那当然应该道歉避让。但如果我的爱好因为你看不顺眼就要被攻击，那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？对于现在这种网络环境，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，那点个赞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